各位爱好书法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学习书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就是执笔。有很多人问我，写书法应该要怎么样执笔？其实，在我的视频里面，有一些人看到我在写书法的时候，他对我的执笔方式多所疑问。有的人说你的执笔像小学生在拿硬笔一样，有的人说你的执笔方式都不对，还称什么大师啊？那这些我想应该是他们所接触过的老师教他们只有一个固定的执笔方式，除了这个执笔方式之外，其他的他就一概的否定掉。那可能他所接触的这个历史上所讨论执笔的方式不多，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还有各种不同的执笔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怎么样来执笔谈起。那其实执笔方式呢，大约可以分为6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连管。连就是我们这样捻动这样子的连啊。那连管呢，它的握笔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拿在毛笔的这个上端，借着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捻动这个笔管啊，这样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拨灯法，这是最多人使用的方式。大多数的书法教师也都是教给学生这个概念，就是拨灯法。那拨灯法呢，其实我们可以讲就是五指执笔法，也就是食指跟大拇指它是对握成为一个支点，中指就是一个立点，这个立点，无名指跟中指互相的抵抗啊，就是它是在内侧的，小指紧靠着无名指，这种叫做拨灯法，也就是五指执笔法。古代的人所写的字几乎都是书信，要不然就是诗稿、诗抄、写文章，大部分都是很小的字体，因此握笔用拨灯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拨灯法它是竖掌的，竖掌我们在写小字，当然这个手肘会放在桌子上，而竖掌可以将这个笔锋离开这个纸张这样书写是很方便的。另外一种是双钩法，双钩法也就是说只有用到3个指头那2只指头在外面，1只指头大拇指在里面这个是双钩法。而这个后面的无名指和小指头它是没有顶在这个笔杆上面。我们也可以将这个4只指头是在外面，1只大拇指在前面，这种握笔的方式这种你看我们这个手掌就好像是在拿一菜刀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双钩法。那单钩法我们就将这个10指头呢把它收进来，所以就只有大拇指跟食指
但是这个中指它还是顶着的，因为你只有支点是不行的，它会不稳定，所以中指它还是顶在这个笔杆上方的啊，这个就是单钩法。我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单钩法。这种单钩法在写字的时候，这个手肘跟腕它是平的，所以我称为这一种叫做平腕法啊。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如果采取单钩的平腕法，会轻松很多，因为竖掌是违反这个肌肉它的纹理的。所以写了大概半小时、1小时之后呢，很多人一定有这个经验，就是手掌背会痛，这个手肘会痛啊。那大概都是因为竖掌的关系。所以平腕呢，就是很自然，我们这个肌肉纹理它是很顺的，拿着笔这样写字，那非常的轻松。另外一种就是握管法，握管法就是应用在毛笔很大支的时候，例如我们像这么大的毛笔，甚至笔杆还有比这个还粗的啊，那我们就这样子握着笔杆啊，这样写啊。那还有就是错管法，错其实就是抓啦哈，我们抓着这个毛笔的这个笔杆的上端，这样子来书写。那这6种执笔的方式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啊，甚至我们还记得是清朝的何绍基，他是用回腕法，回腕法就是这个笔是拿着，这个手是往内这样圈起来，这样子写。那他说他写完字，结果全身都湿透了啊，满身大汗。我们早期的台湾一个大书法家叫做曹秋浦先生，他也是用回腕法，可是他的名称他称为是太极握法。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执笔方式，我们都可以拿来写书法。那这个论点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有啊，我就举一个宋朝苏黄米蔡这4个人啊。那苏黄米是最有名的。那苏轼呢，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执笔无定法，他说拿笔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重要的就是要虚而宽。那怎么样虚呢？就是这个手掌要虚，因为虚了以后，这个手掌才能够灵活的运用。我们看过很多小朋友在写硬笔字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拿硬笔的方式都是错误的。你们能够发现很多小朋友他的拿硬笔方式是这么样的执笔，那整个手掌它是握着像拳头一样，那怎么能够写好字呢？当然不行，因为写字的时候整个手腕呢就是这样子动哈。那所以呢，这个文具商才发明了一个握铅笔器啊，就是要让你变成说在拿硬笔的时候是3个指头握着这个硬笔，这样，那我们在写的时候，这个手指头能够灵活的伸缩啊，才能把字写灵活了，把字写好啊。这个是虚而宽的原理。那再来，我们再讲米芾。米芾呢，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蔡
涛这个人，他说米芾元璋有书名，其拙笔能尽管臣子，无子错之，是翩然若飞。那从这一句我们可以讲说无子错之，那表示他是用这种错管法。那错管法他说这样子他所写的字笔势就非常的灵动意外。这里呢他也提到了虚就是手掌要虚要空有的人说要虚到什么样？手掌心能够握住一个鸡蛋，当然这个是夸张了哈。只要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这个手掌能够空出来，这样就可以很灵活的运用这一支笔。另外呢，我们还提到黄庭坚。黄庭坚在他的《三古书论》里面呢，就有说：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用笔之法欲双钩肥婉，掌须指实。那以无名指，以笔则有力。这个提到了掌须指实，也就是说，跟苏轼跟米芾的论点是一样的，就是手掌心要虚，但是他提到了指实，就是这个手指要确实的把笔杆握好，但是确实的把笔杆握好，并不是非常的用力。我们看到很多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可能是出于一种夸张的表现方式，就是说他写到这个线条的末端的时候，就故意这样甩一下，这样甩一下，那表示说我写出来的字非常有力道。其实一个字有没有力道，不是在外表的现象来看它这个字是不是有力道。那握笔并不需要非常的用力，那不累死的嘛。王献之小时候6岁的时候在学书法，那他的父亲是王羲之，他就从后面偷偷的一下子就要把笔抽起来，结果竟然抽不掉。那王羲之就说此儿当有大名，也就是说他以后应该书法会很有名。这一个典故呢，就误导了以后写书法的人，就认为说写书法要把毛笔握得很紧。你想嘛，你这样写一个小时下来，不是累死了吗？所以写书法就是说，当你在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指头是很确实的把毛笔控制的很稳定。那一般的状况之下，它是几乎是握着而已，甚至是会掉下去的。就是说他拿着笔呢，是很轻松的握着而已，而不是说非常的用力握着笔杆。这一点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上面呢3个人苏黄米都提到执笔共同点就是虚，虽然3个人的这个执笔方式各有不同，而且你看黄庭坚还是苏东坡的学生。那苏东坡握笔是单钩法，而且他是手呢是放在桌子上的，所以有的人就说他写的字左边比较秀，右边就粗糙，那是当然的，因为他的笔杆并不是挺直的，他的手掌是放在桌子上，不可能挺直着写，他不是用双钩的那个拨灯法。但是
黄庭坚并没有学他老师的执笔法啊，也就是说黄庭坚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执笔的方式，所以你观察黄庭坚的书法线条，会发现他那个横画就像水波一样的抖动啊，它是并不是从头到尾这样子一笔这样子就带过来啊。子时长虚，这个是我们写书法的人共同的概念。我们在拜师求艺的时候，可能老师也会教你怎么拿笔，但是老师教你的拿笔方式，只是要求你把字写好。如果你觉得老师教你的方式你觉得不太方便使用，那你就以你的执笔方式就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掌要虚。结论就是一个概念啦，写书法就是要把字写好。你如果说你的执笔，老师教你是波登法，可是这个执笔方式是对的，但是你的字没写好，那也是枉然啊，对不对？我们要的目的是结果，而不是执笔的过程。就是说，我们拿着毛笔在纸上挥好的时候，这个毛笔它不是固定的垂直往下的，不是这样，它是在随着书写线条的过程中间，它是上下左右还有对角线，这样子，这个毛笔是成为四面八方可以这样倾斜的尤其在使用长锋养好的时候，那更厉害了。那个笔的仰卧起坐更明显。可是我们在用尖毫写字的时候，或者是楷书的时候，大部分这个笔杆是端正的，可是偶尔会倾向左边，偶尔会倾向右边这个毛笔它是顺着字的字形结构来做调整这个是我今天所要说明的地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麻烦你在下方留言我们来讨论这个执笔的方法。